湖北荆门楚之故地，两座小小的战国楚墓，惊现国宝级文物。一具2300多年前的布服女尸，年代比马王堆辛追还早。出土时，她的皮肤仍有弹性，血管还能流动。多达800枚的战国竹简墨迹如新，记述的《道德经》直接颠覆我们的认知。男墓主到底是不是屈原？女墓主又为何千年不腐？一座拥有数百座大墓的庞大楚墓群，藏着何种秘密？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一起探寻荆门楚墓之谜。1994年3月8日，湖北荆门沙洋县稷山派出所接到郭店村村民举报，村里有古墓被盗。民警赶到现场，看到盗洞在一处滩陷的油菜田处，盗洞已经被稻草掩盖，周围散落着青膏泥和棺木碎屑。在村民的配合下，警方2天内将部分盗墓者抓获。审讯后得知，元宵节当晚，附近有7名村民趁节日喧嚣盗挖古墓。古墓虽然规模很小，不过盗墓团伙得手了20余件文物，包括镇墓兽、青铜器、漆墓碑等，卖了2万多元。被盗的墓葬距离最近的农舍不足300米，但为何元宵节盗的墓，一直到3月8日才有人举报呢？原来，盗墓者中有目击者认识的乡邻，碍于乡情原因，第一时间没有举报。不过，盗墓贼们后来的这个举动，彻底激怒了目击的村民。盗墓贼们对墓葬进行了2次盗掘，拿走剩下的东西不说，还把墓中古尸身上的衣服剥掉拿走，又将古尸草草掩埋在附近沟渠里。这种辱尸行为激怒了村民，于是村民们决定匿名举报。据盗墓贼交代，第2次盗墓时，古尸被他们用绳子拴住脖子拖走，而古尸身上的衣物装了整整6麻袋。闻讯赶到的考古专家根据现场的青膏泥、棺木碎片等情况，认为墓葬是战国楚墓，距今已有2300多年。年代这么久远的墓葬，尸体还能被完整拖出，这个情况引起了考古专家重视，这说明古尸刚出土时应该是保存不错的。专家和工作人员紧锣密鼓开始寻找被掩埋的古尸。1个星期后，在警察的协助下，专家和工作人员在盗墓现场不远处一处泥坑中找到了被盗墓贼掩埋的尸骨。埋在地下2000多年，又被遗弃在旷野39天，这具古尸的情况如何呢？令所有人惊讶，同时又感到庆幸的是，眼前的女尸匀称修长，十指纤纤，没有丝毫的腐烂，四肢的关节还能弯曲，用手指一按，肌肤还能够回弹。不过仔细观察，古尸虽然没有腐烂，但还是遭到了破坏。发现时已经浑身发黑，并且有很多伤痕。古尸的头发都被盗墓团伙扯掉了。盗墓贼之一交代说，当时发现女尸头上有发簪，觉得挺值钱，就一把头发扯下来了。尸身的外臀部、小腿、右手手肘等处皮肤也出现大面积破损，应该是盗墓贼粗暴拖移，导致古尸身体的髋关节、颈部骨骼也被拉脱。盗墓贼用来拖拽尸体的绳索也还系在古尸的脖子上。如此珍贵的古尸被如此践踏，考古专家和现场工作人员深感到气愤。要知道，墓葬的年代是战国时期，说起来年头比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辛追还要早100多年。从尸体保存状态来看，虽遭人为损毁，状态却比起马王堆汉墓的辛追毫不逊色。随后，古尸立即被送往实验室进行保护和研究。女尸的发现使荆门市博物馆立即决定组织考古工作队对墓葬展开抢救性发掘。几天后，考古队冒雨赶到现场。众所周知，天气下雨会导致墓葬进水，如果墓穴中还有残存文物，将对文物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考古队决定不管天气，立即展开挖掘。工作人员在雨中抢时间工作，泥土被一筐筐运走。墓葬的形状很快出现在工作人员眼前。这是一个土坑墓，墓道出口向东，呈甲字形结构，墓坑的底部还有4壁，都经过夯实。墓葬年代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贵族墓葬。不过从形制看，这个贵族的等级应该属于低阶贵族。由于面积只有10多平米，
所以大家很快就发掘到了5米的深度。此时，厚重的裹尸渐渐显露了出来。刮去残存的木炭，还有青膏泥，人们发现锅板上覆盖的一层竹席保存得很好，篾条的经纬清晰可辨。虽然明知墓葬被盗，不过由于在墓葬周边发现了保存得很好的女尸，让大家对接下来的发现还是充满一丝热切的期待。随着裹尸的盖板的打开，考古工作人员却被眼前的现实泼了冷水。棺椁里只剩一些残破的陶片、漆器的碎片，还有和丝绸残片等。尽管墓葬保存状况非常良好，但因为盗墓贼的破坏，没留下更多有价值文物。不过眼前的丝绸残片可谓数量丰富，品种齐全，有绢、纱、锦等多种质地，仅从碎片的强度和保存状况来看，甚至优于有丝绸宝库之称的马山1号墓。不过因为盗墓贼的盗挖，使得他们失去了作为完整文物应有的价值。另一边，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派出了26位考古专家，对郭家岗1号墓出土的古尸进行鉴定。结果显示，尸骸为战国时期的女性尸体，身长 1.62 米，距今已有2300余年，是国内当时所发现的外形、皮肤、骨骼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一具尸尸，属于稀世国宝。什么是尸尸呢？尸尸是指尸体在特定密封环境中，因长期浸泡在防腐性液体，如棺液或接触特殊防腐材料，如青膏泥、草药等，导致身体组织含水不腐的特殊保存状态。它与埃及木乃伊干尸、珠穆朗玛峰冻尸并称世界3大古尸类型。由于器官、组织、细胞等保存完好，尸尸的研究价值要高于干尸。郭家岗1号墓的这具战国女尸到底能好到什么程度呢？医学专家解剖发现，女尸不仅体内组织、脏器保存良好，甚至血管都没出现粘连。女尸的血型为 AB 血型。解剖时用针流水注射器注射，可以发现血管还保有流动的能力。这样的保存程度简直太令人惊叹。专家们在肠道中还检测出了多种人体寄生虫和虫卵。在显微镜下，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被发现的最早的在人体内寄生的虫卵，而虫卵的大小、形状竟然和今天的十分相近。看到这里，观众们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画面感？在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的直肠和肝脏组织中，也曾发现过日本血吸虫虫卵。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可是比马王堆汉墓又早了150多年的人体。这一结果把中国有实物证实的寄生虫卵的人体感染史提前了150余年。惊奇还不止这一处，人们发现这位2300多年前的战国女性竟然还是位长寿老人，去世年龄应该在70到75岁之间。作为古稀老妇，她在世时生活条件优越，摄入营养丰富。不过我们还是会好奇，古尸是如何做到历经2000多年不腐的呢？首先，墓葬除了使用青膏泥等密封条件较好之外，在棺木中，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些看起来很像淤泥的东西。经过检验，这些淤泥的成分竟是中草药，也就是说，尸体是用中草药进行了防腐保护的。不过，由于深埋地下2000多年，加上被盗和破坏，与空气接触之后，这些药材迅速腐化，已经无法再鉴定出具体是什么药材了。专家分析，正是因为深埋、密封、缺氧的无菌环境，加上环境中有中草药起到防腐作用，才使得女尸能够保存至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棺材中的水。当时棺盖板揭开的时候，里面都是水。考古界有种说法，干1000年，湿万年，不干不湿就半年。也就是说，通常水坑墓的尸体会保存得比较好，而一半水上一半水下的那种墓葬保存得最差。而且棺木中的水不同于我们平常理解的水，它是一种蒸汽水。因为地下温度更冷，常温的尸体埋到地下后会蒸发出水蒸气，历经1000年后，蒸汽水就把坑填满了。尸体和棺椁因为泡在这样的水中，隔绝了空气，得以幸运的保存。随着墓葬发掘接近尾声，被盗墓贼盗走的文物，公安部门追回了一部分。在主犯家中，
收缴了包括凤鸟县铜镜、铜戈等第一批文物共计12件，又缴获了虎座铜器陶鼎等文物7件，被盗墓者销赃的部分丝绸也被追回。清理这些被追回的丝绸制品时，考古工作人员再次感到心痛。打开被追缴回的密码箱，工作人员发现里面散发着酒精味。盗墓贼当初在尸衣上喷洒了酒精，目的是为了消毒。不过丝绸制品的天然蚕丝的蛋白因此也被酒精给破坏了。眼前的朱红凤鸟纹织锦色泽美轮美奂，特别是提花织锦中出现的对龙、对凤、对鹿花纹图案更是前所未见。遗憾的是，由于野蛮挖取，又喷洒酒精反复揉卷，长时间闷在塑料包和皮箱内，加上高温天气，这些精美的丝绸已变得残破不堪。文物鉴定专家们面对一件件被追讨回的物品，在写鉴定书时，不得不在物品名称前加上一个残字。考古专家们说起这墓，充满遗憾。如果墓葬没有被盗，其价值应该是无法估量的。而被捉拿归案的盗墓贼们也付出了沉重代价。按照当时的刑法，有3人被判死刑。对剩余丢失文物和罪犯的追索，警察们一直也没停下来。2017年，最后一名盗墓逃犯落网，案件侦破历时23年。和郭家岗1号墓被盗几乎是前后脚。同一年的时间，在1公里外的郭店村还有一座古墓也被盗了。这座墓被命名为郭店1号墓。它所发掘出来的宝物直接打破了中国2000年的固有认知。考古专家在接到郭店1号墓被盗的消息，立即赶到现场，发现墓葬没有封土堆，应该是当地村民为耕作需要把堆土平了。从现场看，公安认为这是一起内外勾结的盗墓案，经验丰富的外来盗墓者和本地村民结伙作案。公安部门迅速展开侦查，考古队同样迅速入驻进行抢救性发掘，很快就搞清楚了郭店1号墓的大致情况。墓葬也是土坑数学墓，也属于贵族阶层中较低阶的小墓。墓坑底部的椁室也是由棺木头箱、边箱3部分组成。清理到椁板时，工作人员发现盗洞已经延伸下来，留下锯子锯的痕迹。工作人员心里一凉，估计墓葬可能被盗得比较干净。着手清理边箱时，工作人员发现边箱可能是没有被盗过的，因为边箱里面有清水，而这水同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水，和郭家岗1号墓的一样，是棺木中特有的蒸汽水，所以清水仍在，那会有文物吗？工作人员朝水里一摸，果然有文物。分片工作随即展开。头箱虽然明确看出被盗，不过清理头箱的工作人员还是把手伸进水中，尝试寻找文物。水被轻轻地搅动起来，谁也没有想到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因此诞生。头箱的东北角，只见一枚竹简静静地飘了上来。竹简是古人在造纸术发明前使用的书写工具，上面的文字按理说经历了2000多年的岁月，竹简应该更容易腐朽，可眼前这片竹简却保存完好，像新的一样。竹简让现场的一位专家想到1987年的另一次发掘。离岐山不远，包山大冢，当时出土器物3000余件，文物有19件，其中就有号称楚国百科全书的包山楚简。难道这一次会有重大发现吗？专家的直觉是对的。果然，接下来有了重大收获。这批竹简记录了春秋时期老子所写的《道德经》，它上面所写的内容和我们今天看到的《道德经》竟然是不一样的，内容将彻底颠覆我们的认知。此时，专家们正在清理棺中的竹简。头箱的北侧散乱着大量无序的竹简，它们安静地躺在水底。虽然边线腐朽，但除了少量残断，大部分都保存完好。清理统计后发现，这批竹简有804枚之多，其中有文字的字竹简有730枚，共记载有13000多个楚国文字。原来，盗墓者虽然打穿了头箱，但到洞的位置和发现竹简的位置还有一段距离，相差1米多。专家分析，由于箱中充满积水，空间不大，盗墓者一时无法进入箱中，所以没能发现竹简。而因为郭家岗1号墓女尸事件，警方介入调查，和这里离得很近，
盗墓贼没敢再次回访进行毁灭性的洗劫。就这样，竹简非常幸运地保存了下来。通过对郭店1号墓分析，专家认为墓主人应该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初，同样距今2300年左右。而墓中出土竹简中的文字，不同于以往的杂帛，全部都是儒家和道家的典籍。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文字只被少数人掌握，只有知识分子去世才会随葬竹简，而且大多属于自己的著述，内容往往包括算术、历卜、律令、日书，甚至行政文书等，内容很杂。而郭店这批竹简独具特色，竟然包含了16篇先秦时期的文献，其中道家典籍有老子、太医生水等，儒家典籍有资医、鲁穆公问子思等等。经过近5年的整理和研究，荆门市博物馆编写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人们发现，郭店竹简的内容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儒家经典有着很大的不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究竟与秦始皇有着何种联系？这座郭家店楚墓主人究竟是不是屈原呢？接下来我将分成4点给大家一一讲解。首先，第一点，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流传了2000多年的传世版《老子》，俗称《道德经》，一共81篇，5000多字，而郭店楚简版的《老子》竟然只有2000字左右，这字数比如今的传世版本要少很多，而且只有甲、乙、丙3章。专家解释说，由于文言文解读和断句的问题，中国古代的文人在学习和著述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割裂曲解，甚至增删典籍。那么后来出现的鸿篇巨制的《老子》，是否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字数增多的呢？是不是后来的人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或者统治者的需要，不断增加了字数？也就是说，郭店版《老子》是传世版《老子》的母本。正是在这部2000言《老子》的基础上，才有了后来5000字的《道德经》。由于墓主人生活的年代与老子相差不到300年，我们会自然而然想到这郭店版的老子是不是更贴近原著。很多专家是赞同这种观点的，但学术界还是存在着不同的争议。有人认为竹简只有甲、乙、丙3篇，可能是一个节抄本，墓葬主人在抄写原著时没有抄录全文。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那最早的那个老子是不是5000字？原版到底是啥样就不好说了。所以专家们只能把郭店版老子看作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关于老子的实物材料。第二点是，郭店版老子和传世本老子对比，具体有哪些不同呢？举个例子，比如说郭店版为绝伪去律，而传世本为绝人去义，后者这种说法貌似对于儒家更有针对性。又比如郭店版为大器慢成，而传世版为人们熟悉的大器晚成，而且更不可思议的是，郭店版中没有大家熟悉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和道生一生二这样的名句。第三点是，在郭家店出土的竹简中，还有一篇道家文献叫《太医生水》，后世没有传下来，今天我们也没有任何人见过。这篇文章中讲述了一种宇宙观的论述，和水关系很大，认为水是生命之源。大概意思是说，太医生水，水反哺，有了天地，天地在反哺，有了阴阳，阴阳在反哺，有了四时。这个文献学术界也没有人见过，它所展示的一种循环生存的模式和传世版《老子》中人们所熟知的宇宙生成论道生万物是有区别的，而且各自的逻辑关系也有所不同。太医生水认为水是生命之源，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得不为2000多年前的先者感到赞叹，他们竟然能够有如此科学的认知。除了这2篇重要的道家文献，郭店出土的14篇儒家经典，还有很多是我们今天没有见过的，比如唐虞之道等等。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网上搜来了解一下。最后第4点，大家可能会问，为什么这么多重要的古籍文献，除了老子和资医外，都消失在了2000多年的岁月中呢？专家说，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可能是重要原因之一，另外也不排除郭店版所反映的思想
与后世儒道两家传世思想有差异，是导致文章失传的原因之一。因为文章所反映的思想后来逐渐被边缘化了，也就逐渐就不传播了，一直到被湮灭。等到2000多年的今天再出土时，人们才有机会了解。而关于墓葬主人的身份，我们还要从出土的其他陪葬品中寻找蛛丝马迹。在这座面积只有10几平方米的郭店1号墓中，除了这批极为珍贵的竹简，还出土有不少随葬品。眼前的铜皮形似短剑，有长柄，是一件兵器，它让人们看到实物形制楚国兵器。这种兵器兼具刺杀与劈砍功能，在楚国中下级军官常配备。和与秦皮拥有较长的长柄相比，楚皮柄长，相对要短一些，更适合近战与步兵使用。一个拥有如此多书籍、文学修养极高的低阶贵族的墓葬中，同时拥有这样的兵器，揭示了楚国国虽小，军力强的军事传统，更让人们看到了楚人骨子里的尚武精神。而这件龙形玉带钩是由于雕刻而成，造型为龙形。龙形玉带钩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用于束腰的礼仪性配饰，兼具实用与象征功能，作为腰带扣具，用于固定脐带，为男性专用。七弦琴和玉带钩同出，反映的是楚贵族佩玉鸣琴的雅趣生活，符合战国士人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礼制传统。生活用品中，这件七帘应该是梳妆用具，内部可以用来存放化妆品或首饰。而最让考古工作人员感到兴奋的是这件七耳杯。七耳杯椭圆形杯身，木胎修漆，内壁朱漆，外壁黑漆，口沿是几何纹与卷云纹，是用于宴饮或祭祀的酒具。结合墓葬中的剑、琴、书，我们可以想见出一幅楚国贵族琴酒礼乐的生活场景。作为古老的漆器，能够历经2300多年出土，本身就弥足珍贵了。而就在杯子的底部，考古工作人员惊喜地发现刻有东宫之师4个字，它不仅印证着墓葬主人的贵族身份，还指向墓葬主人的职业身份。如果墓葬主人是东宫之师，那就是说，如果墓葬主人是太子的老师的话，那么墓葬中竹简的画风不杂，全是典籍组成，就很好理解了。这些典籍聚在一起，不就是一套完整的高等级的教材吗？而且很可能就是教授太子的专用教材呢。那么这位楚国东宫太子的老师又会是谁呢？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纹样，文物专家推定，郭店楚墓墓主人入葬的年代应该是战国中期偏晚，在公元前300年上下。从这个时间推测，正好是楚怀王时期。那么怀王在东宫时的老师不就是屈原吗？难道是自杀于汨罗江的屈原最后是归葬在这里了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墓主人可能是太子恒的老师。太子恒后来成为楚襄王，而他的老师名字叫慎道。慎道去世的时间在公元前296年，与郭店墓葬主人下葬的时间比较接近。慎道是稷下学派学者，稷下学者就是指战国时期齐国都城临淄稷下学宫中的学者群体，由齐国君主设立学宫，招揽各国人才，形成跨学派学术共同体。墓主究竟是屈原还是慎道，由于没有更多的证据，直到目前考古专家们也无法还做出定论。不过这位太子师留给后世的书籍却是研究历史和了解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宝贵财富。2008年至2010年，中国先后公布了3批珍贵古籍名录，荆门郭店1号战国楚墓出土的竹简和16篇古籍全部入选，由此也可见郭店竹简瑰宝级的文化价值。后来在稷山镇薛家洼考古勘探又发现2座先秦时期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稷山方圆50公里内分布着378座楚墓，这与楚文王于公元前689年迁都郢，也就是今天荆州济南城后，郢作为楚国首都长达411年的历史背景有关。结合稷山楚墓群2座小墓葬的国宝级发现，可以预期的是，这一区域的地下世界仍隐藏着众多待解的历史谜题，以及神秘又让人惊艳的楚国文化。如今2座贵族小墓中的珍宝
已经被湖北荆门博物馆收藏和保护起来了。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去亲眼看看。好了，本期视频就讲完了。如果您对两座战国楚墓有不一样的见解，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意见。喜欢的观众别忘了点赞关注。眼见古今，与您下期再见。